好，川普的关税现在真的有一种无差别攻击的方式，不论你是敌人还是你是朋友，全部通通都要开征啊。那原本说3月4号不是要对这个加墨开征嘛？结果加拿大、墨西哥要反击，现在好像又说要有一些部分要延迟1个月了。那他又在另外点名了几个地方，比方说欧盟、中国大陆、南韩、印度他说哇，这几个国家数十年来持续向美国课税，现在是美国回敬的时候啦，所以美国向他们课的关税，这个感觉上面不公平，我们要予以回击。现在开始又有新一波的名单开始在进行点名了。不过他对于加墨进口的汽车倒是1个月关税豁免，因为主要卖也是卖到美国的，因为美国人他们自己这个生产汽车没有办法嘛，就常常是要透过加拿大、墨西哥这边制造完之后再进口到美国。现在发现，他们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消费者，赶快又延期了一下。但是呢，他又对于中国大陆又开始在挑新的事情了。他说，中国大陆这个造船产业啊，感觉上面有威胁到我们美国。为了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现在签署命令吗？传出已经准备好要签18项措施要给予中国造船业迎头痛击。因为他们说，这个中国大陆3大指标，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现有订单量，都以这个超过半数以上的绝对优势稳居全球第一，让美国的造船业陷入空心化。所以他现在要来制裁啦，18招要来打击中国大陆那我们看到驻美大使谢峰，他就引毛泽东的诗词，他说乱云飞渡人从容。从历史上来看什么关税战、贸易战也好，开始的时候是损人开始，最后呢都是以害己告终在劝告美国。那这次的两会，当然大家在关注说，这个中国大陆的科技产业的崛起也现在是主要的一个焦点所在。雷军成了这一次的两会，人家说是一个顶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标签头衔给他。那雷军他其实出现的时候，以他这个蓝色西装现身，那他是以这个第一位代表出现在这个代表通道上面，数百家媒体快门声咔嚓咔嚓咔嚓的响彻了这个东大厅啊。那参会期间，他所到之处都是人群簇拥媒体就是长枪短炮的这样子来追逐拦截所以多个社交平台都在讨论说，哇，记者采访雷军有多努力还有雷军连说15个谢谢这些热搜词条都在刷屏那在这个两会期间呢，其实这个雷军还在小空档上面发了一个微博，就说第一个接受访问让他有一点小紧张还有被拍到说在电视上发言紧张到在揪着衣角的这个画面。但是的确啦，因为最近小米不是又有新的这个电动车推出来嘛，还有包含新的这个手机也是的确在大家的目光之下，看到了小米这个成绩单不断的亮出来。那他说接下来要把最新的 AI 技术应用到各个终端那中国大陆还有一些评论是讲说，这次3月5号的人大会议首场代表通道有6位代表亮相，那小米的创始人雷军呢，他就是第一位出场的。那背后的意涵呢，就是现在目前中国大陆拼经济的决心对于名气的重视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信心，所以有这样一个代表性的效果。那目前呢，这个小米苏7的 Ultra 闪电黄他们其实有推出一款周边，就是不锈钢杯，但因为做的很像纸杯的样子所以他们命名的时候不叫不锈钢杯，叫做不锈钢纸杯，就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而且这个周边商品真的是还卖到缺货。还不止如此就是这个雷军穿的皮衣，大家也询问度非常高，所以现在好像只要是跟雷军扯得上边的相关的产品通通都变成了话题的顶流。那人家形容这个《华尔街日报》就给他一个标题就是小米汽车如何让福特和通用倍感压力，讲到了这个现在目前大陆的电动车行业已经在主导全球，而且雷军在这个赛道当中已经闯出自己一片天地小米它拥有优势，就是价格优势，还有它有数万人的研发团队投资了长远来看
可以节省资金的生产技术。那它就被称为叫做中国的苹果。可是其实一般中国大陆的人不会觉得说，挂上这个头衔有什么了不起？它就是小米哦。那目前你看到雷军哦，他现在做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些平价电动车，在很短时间之内，他真的是非常投入在这个其中哦。他甚至还自己试乘了非常多款的这个各式各样的汽车。他为了要了解汽车领域，做足了功课，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苦心哦。那目前小米汽车在市面上的销售，上个月的提成6.8万，完全不用找客户哦，因为每天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小米的米粉也好，或者是非小米的粉丝都愿意去来买这个小米汽车。看到了他的成绩单交出来哦，真的是让大家觉得眼睛为之一亮。那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其实川普这一次的这个贸易战啊，可以说中国大陆不是主要对象。他的主要对象，你从看他开火的这个对象你就知道了。第一就是加拿大跟墨西哥。你要知道，25%的关税几乎等于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关税，而且它的普遍性就是全部都包括。那这个战争可以说一开始就算是会很惨烈。虽然他现在对这一些汽车的叫停那也不过1个月，不过我不认为汽车它会叫停，一直就把这个项目就拿掉了，而是他现在给美国的国内的，因为福特汽车或者这个通用汽车，他们在墨西哥跟这个加拿大都有厂，那这样子会把他们这个因为太快了，川普这个出手都太快了，你要人家去适应你要给人家点时间。你看他从上任下来才不过40几天嘛，就开始你提出来要对加拿大跟这个墨西哥提关税，是你竞选的后期才提出来的。人家这个通用在这个 General Motors 在这个通用跟这个福特在加拿大跟墨西哥布局，人家花多长时间布了局？你现在一下就加了25%，其实就汽车来讲，损失最大的是什么？是通用跟福特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因为通用福特虽然是美国车，可它在加拿大生产，它就算加拿大车，所以它进美国回销美国，它要加25%的关税。你说通用跟福特已经在美国境内已经快打不过，不管是 Toyota 还是 Honda 还是这些现代了，你现在又把它的车增加25%的关税，那你不是置它于死地吗？所以我想他给了一个时间缓冲了。可是就川普而言的话，为什么要对加拿大加这个25%关税？其实就是针对这个汽车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他心里在想说，你们这些福特跟这些 GM， 你是美国公司，你为什么跑到加拿大去生产？对不对？你帮加拿大经济忙，加拿大有说你好吗？有说美国好吗？对不对？那你这个厂钱也是美国的钱。然后呢，你到那边用的是加拿大人，又不是美国人，所以他对加拿大课关税的很重要一个目的，就是要叫福特把厂迁回来，就是这样而已。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整个对美国的厂商，然后就是说一个汽车的产业链来讲的话，那个是不会那么快都把它调回到对美国有利的。可是呢，立刻这个汽车的价钱在销售价格那个加了5%，就转嫁到消费者手里了，消费者立刻就买车就贵了。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你这个福特汽车能够在3个月就把它的生产线搬回美国吗？对，半年都可能做不到，说不定要1-2年才能够把它完整的把它的布局转过来。可是美国的汽车已经涨翻天了。我们就光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川普做事这么急，然后呢，他想的都是美好的一面，他都没有想到那个负面的因素。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关税战如果都照他的计划打下去的话，受伤最重的不是别人就是美国。所以川普不要乐了，不过你搞不好3个月以后你就变成美国的消费者的心目中的怎么讲呢？罪魁祸首了。对，好，我们来请教杨老师。谢大师讲的没有错，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一个就是研究机构，他已经算出来了，连续他发布就有关于
就是美国第一季可能出现的就是经济的衰退，现在非常严重，可能会衰退到2.8%。现在甚至有一个词汇叫做 Trumpcession， 川普衰退。1月份其实美国的贸易逆差很大，就进口很多。为什么？因为大家在等待1月份1月20号他才开始就任，然后呢，大家在他川普这个关税战之前呢，赶快进口。就果然到了2月份、3月份，现在整个连续1月份的时候还预计它的，如果以1月份的这个进出口来看的话，美国的第一季搞不好还是正面的，成长4%。结果现在呢，到了3月，你看到已经变成是2.8%，这个预测哦。所以到底这个川普的关税，因为它不确定性，因为它太全面性，也因为它基本上不分敌我，然后呢造成就是进口的这个价格一定会升高，而转嫁到消费者，然后呢变成通膨，所以也不敢去降息。因此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很快川普会尝到苦果。他之前已经说了，大家你要准备好，我们可能要过一点苦日子。但问题是人民苦你不苦啊。同时你看到这2天，当他国会做完演说的时候，他国会的提到说他要拿回巴拿马的运河的这个权利，就果然那天晚上掌握巴拿马两边大西洋跟太平洋各有一个港口的李嘉诚的集团就已经宣布要把李嘉诚在全世界包含巴拿马的2个港口，总共43个港口全部打包卖给美国黑石基金，也就是贝莱德公司。那贝莱德公司跑去找川普，川普盖章同意。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强权的这种巧取豪夺。那事实上这种强取豪夺呢，到后来一定会吞到你自己的苦果，而人民就是最大的受害者，而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对抗也会加剧的。好，请教左老师。好，我想大陆现在这个两会啊，这个雷军非常的这个热门。雷军因为最早他做手机嘛，然后后来现在这个做汽车，这么短的时间内，汽车卖的还真不错。所以当然大家看到就是说大陆这个新创产业的这个孵化能力还是蛮好的。那特别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一次当然是从过年期间这个 DeepSeek 之后很多人开始重新去评估大陆的这个成长动能。有一些西方的机构，比如像德意志银行认为说大陆现在是一个这个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所谓景气的这个开端。那这些评估其实都是伴随就是说发现到说大陆的这个民间企业有很大的这种创新的这种动能。那有的人甚至把它称之为所谓在 AI 产业来讲，西方的一个史波尼克号的这个时刻，就是当年这个苏联把这个人造卫星打上太空之后，美国震惊了，就说原来落后在他们后面的苏联居然提前完成了这件事情。那当然，所以整个大陆的这个氛围，现在大家都在看这个新创产业，所谓的这个新质生产力。那不过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虽然很多城市啊，很多企业都在讲怎么样把 AI 运用在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不管是市政的决定上也好，不管其他的产业上来讲，它未来当然还会有一些是很重大的这个所谓的法律的工程要做，比如像你怎么去管制它。你怎么样去避免它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有的人说，会不会有这种 AI 生成的这种诈骗啊？这一定会发生的，因为所有的新科技都会伴随来一些负面的这个行动。那怎么样去管制、避免、防堵？这当然就是变成政府必须要做。而更大的挑战是在你管制的过程里头，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避免过度的管制去伤害了企业的这个竞争力，企业的这种灵活性。所以现在大陆大家都在关注的就是人大现在在讨论的这个所谓的民营经济促进法，怎么样能够保障民营经济，怎么样又能够避免这个对政府对民营经济的过度管制。
所以这个大概是未来我们去评估大陆这一波新的成长动能能够持续多久，能够多强劲。觉得大陆的这个整个立法行动当然是很关键的。那我们再看到大陆的这一系列的这种对于新的企业、对于新的产业的这种推动的过程里头，其实也应该回来看看 AI 的立法，真的是非常急迫的一件事情。现在全世界说欧盟要第一个通过 AI 立法，然后民进党政府原来说2023年就要通过 AI 的立法，然后去年7月说去年就要完成，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看到。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这个监管环境来讲，所有的产业要发展，其实都会面临到这个那个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看到大陆，我觉得不只是说我们的产业要发展起来，更重要，你政府的脚步要跟上，你政府该做的立法工作一刻都不能缓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泽伦斯基现在是不是必须回头认错了哟？要重回谈判桌。那昨天看到了这个川普在国会上面演说，说收到了泽伦斯基的重要信件，他在信中表示已经准备好要回谈判桌了，准备要来签署矿产协议了。他告诉我，他想要实现持久的和平，没有人比乌克兰更想要和平哦。但是后来呢，这个乌克兰驻美大使又讲说，那个川普说的信啊，其实是泽伦斯基在 X 上面的发文啊，并不是真的有那一封信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台湾一些媒体讲说，哇，乌方无情打脸呐。那的确我们现在看这个 CIA 有提到这一波美国不是也停止军援，甚至停止跟乌克兰分享这个军事情报啊，是不是的确对于乌克兰来说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这个战争不知道该怎么样打下去或者是很快就得要结束投降，那还不如坐上谈判桌，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谈判空间嘛。所以他们就提到了这个事情就是川普确实质疑泽伦斯基是不是想要为和平尽力所以的确他们也证实有暂停分享情报这件事情。那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Watts 他就讲说，如果我方能够敲定这些谈判，并且朝这个方向前进，在务实面提出互信总统会重新考虑解除暂停援助。泽伦斯基等于是服软了呀。马斯克说不是口头说，你要用行动来表示所以看起来美国有点得理不饶人就是说这个泽伦斯基已经回头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那接下来什么时候会重启谈判呢？应该现在还在讨论当中。沃斯讲说，双方正在研拟就是时间、地点跟谈判的团队。白宫的官员也讲说，这个美国会在乌克兰敲定谈判之后，才会解除这个情报共享的禁令有可能会让乌方做出更多的让步，才会再重启谈判。泽伦斯基一直在释放善意他还对外讲，希望下周可以看到一些成果。有这么快吗？那到底地点会是在哪边来进行谈判呢？现在白俄罗斯跳出来说，这个俄美乌最佳谈判地点就是白俄就欢迎大家到这个明斯克这边来做会面。克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讲，现在俄方尚未讨论普丁跟川普、泽伦斯基举行会晤的相关问题。不过明斯克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谈判地点，所以他们是呼应了这个白俄罗斯。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他们自己本身的法令仍然禁止就是总统也就是泽伦斯基跟俄方会谈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法令是不是得要先解除才有下一步呢？那再来看看这个欧洲方面川泽大吵之后，现在马克宏跟这个施凯尔他们现在都跳出来就说，我们陪着泽伦斯基一起回去讨论吧，一起飞华府再见川普吧。施凯尔还讲说自己正在尽一切的努力发挥一己所能希望能够促成再次重启这样的谈判。他说这个自从访问华府以来，已经3度跟川普通电话了，希望能够维持未来这样子永久的一个和平那英国的国防大臣也预计在6号来访问华府，跟美国的防长来进行一些相关的会谈。那马克宏甚至还提到说，欧洲现在必须要独自保护乌克兰，
是不是有意要扩展核武保护伞呢？也引发了一些关注哦。但是马凯硕讲，现在欧洲是时候采取非常之举了。川普通话普丁之前没有告诉欧洲的领导人，欧洲领导人，你们没有感受到吗？欧洲现在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已经是微不足道了。所以你看，这个马克宏跟英国施凯尔是不是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点，才要这样陪着泽伦斯基一起回去，重新刷一下存在感吗？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川普对泽伦斯基的这个不满意啊，绝对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他在他自Truth Social里面写了好几篇文章，都是针对泽伦斯基的。那泽伦斯基这次他这个跟川普结的梁子啊，那又结了一个新梁，过去很多梁子啊，那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就是说泽伦斯基是祸延怎么讲？祸延乌克兰，乌克兰可能如果没有泽伦斯基的话，川普会对乌克兰好一点。再加上泽伦斯基当时在选举的时候啊，因为他没有帮川普的忙，他没有帮川普忙，去帮这个拜登的忙啊，这个就变成这个很大的问题了。那所以泽伦斯基今天要为乌克兰受到川普政府的这样子的对待应该要负起个人的责任。我的观察。那我觉得就美国华府的斗争一向都是怎么样刀刀见骨的，而且都是真的会动刀动枪的美国的总统有几个死于枪下，你可以算一下，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更何况川普认为泽伦斯基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的情况之下，他说你手上根本没牌，我今天把你放在这里是给你面子，你还来骂我，你还来踢我的馆，所以我觉得川普不会那么简单的就放过泽伦斯基。川普手上武器太多了，他现在就是说，就是所有的军援通通停你记不记得还加码，就是说所有五眼联盟这些情报分享，这些情报也不准给，他这些五眼联盟，包括英国，包括纽西兰，包括这些加拿大啦，包括这个还有澳洲，你都不能把情报分享给乌克兰这个情报分享那可是这个很关键的，对，等于说乌克兰现在的眼睛也没有了，耳朵也不灵了，你在战场上眼睛也看不远，耳朵也不灵光，你怎么打？川普基本上就是怎么讲呢？我才不管你前线的乌克兰官兵的死活呢，我现在就是要逼你，谁叫你们的这个泽伦斯基对我们这么无礼，对，要不然你们就换一个人来跟我美国人打交道，要不然他就爬进我的这个我的这个什么，我的白宫官邸来来道歉。可是你看泽伦斯基实际上他也颇硬的，他也知道他已经基本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他没错，他讲的那些话，川普是故意说是写一封信，人家就是在他的那个社交网站上这样写的而已所以川普多好面子，对，人家明明没有写信给他道歉，他还要跟国会说是人家写信给他道歉，可见他多在乎这件事情。当然了，这个东西泽伦斯基本身的修养实在太差了他也不够理性，所以他今天他自己陷到这个困境里面，还不是重要的，而是整个这个乌克兰的前线的官军会怎么想，对不对？他们还能打几天还能够撑多久战争又不是拿刺刀拼刺刀，又不是拼大刀的，那些弹药不足的话，他怎么打？他只有投降一条路了。所以川普就是要看泽伦斯基的笑话，这个笑话没有闹大之前我看川普也不会收手了。好，来请教杨老师。现在这个关键是，如果说真的去讨论停火、停战或和平协议，那请问这个现在是不是如俄罗斯所要求的，停火线就是现在的占领线，也就是乌东就属于俄罗斯的了？虽然乌克兰在主权上是不会去同意，可是你一旦签了这个停火线停战线的确实的位置，这具有法律的效力了。谁来负责安全？在欧洲这边，俄罗斯是拒绝北约部队、欧洲部队，但是我觉得后来俄罗斯可能会接受北约的非重要或不参加这个北约的欧洲不参加北约的国家。那因为
其他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不会跑到你那边去，这个完全从头到尾，3年前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是你欧洲的战争，就是你美俄之间的战争，就是你拜登的代理战争。我觉得别的国家不会去淌这个浑水。那至于停止制裁，这个是川普一直想要的，他想要去改善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他想要去重新跟普丁再见面，互称哥俩好。所以矿物协议真的，你可以说它也许是让美国的公司在乌克兰去运作，好像就提供了安全保障，是吗？那这么大的利益吗？那同时，乌克兰其实把自己卖了，还在帮美国数钱呢。那我就觉得马凯硕讲的是没错了，欧洲真的是在国际的地缘政治上已经是衰退了。其实老早衰退的反而是日本，它真的在不只是国际地缘政治上，它在亚洲的地缘政治上，它的影响力都衰退了。那现在欧洲也了解到这个层面，只不过是国际的媒体，因为英语的媒体都是欧洲的媒体为主，然后呢再加上美国，所以呢你在国际的舆论上、话语权上，似乎好像他们有那种超乎自己权力的那种声浪。现在越来越清楚，这都是一戳就破的。因此，欧洲是真衰落了。它不只是在地缘政治，它在经济上也不行。而更证明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跟他自己密切相关、唇亡齿寒的俄乌战争，他搞到后来连旁边呐喊的空间都没有，旁边帮乌克兰去帮忙喊价，帮忙去跟川普去喊价讨价的空间都没有。结果呢，最后只好吞下去现在的这个安排。虽然停火停战是所有国家，也是所有人民，乌克兰人民、俄罗斯人民、欧洲人民、美国人民的希望，但是川普的这种作为过于巧取豪夺，过于把自己的利益放为核心中的核心，完全不去顾及别人的感受。不要说好听的话，或者是什么高尚的话，什么自由民主啊、公平正义，这些话都不要讲了。公平正义你放到加沙去，你放到你对古巴的制裁去，哪有什么公平正义呢？可是这些话都不讲之外，川普的整个这个作为，使得所有的大家都看清，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多极的社会，你一定要至少门前雪，好自为之，把自己的立场顾好，不要像乌克兰一样，把1650亿送给人家，还帮人家数钞票，哪一天？好，请教左老师。好。现在当然，这个情报分享对于乌克兰的战争是非常重要的啊。虽然本来的这个推估是说，在美国停止援助的情况下，乌克兰的弹药可以打到这个暑假，可以打到夏天。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因为这个停止了情报分享，连乌克兰本来在德国的基地可以操作的这个所谓的陆军战术导弹飞弹都没有办法操作了。那这个系统当然对乌克兰的防空是很重要的。乌克兰在这个2023年那个时候，本来是有机会反攻，被认为是有机会反攻的。当时后来没有反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空优是没有的，所以他在等着美国的这个 F-16。那现在在没有空优的情况下，乌克兰要避免要防止俄罗斯对它的攻击，它的防空系统就很重要，它的飞弹很重要。那么现在它的这个飞弹没有美国的这个情报支援，它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操作的。这个就是一个很致命的关键，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飞弹不只是你要进行飞弹攻击，不只是需要你这个飞弹很强，这个整个情报系统的操作，你的这个情报的这个分享，就其他国家愿意把情报分享给你，这些都至关重要啊。那当然现在川普很显然就是在玩一场大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天其实你看美国的一些媒体都在讨论说，为什么川普要这样做？他是在谈判。这个也对也不对，那为什么说也不对的地方，当然在说，因为川普真的是不满意泽伦斯基，而且川普真的是希望能够尽早结束这场战争，不管他结束的结果是怎么样，他就是要结束。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圈，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圈好，各位朋友好。还有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翟圈好，大家好。好，来关注一下
最近在台海这边真的可以感受到中美之间浓浓的烟硝味先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了一个等于说非常强硬的声明在 X 上面我们看到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办公室在 X 上用英文来发文说，如果美国想要战争，不论是关税战、贸易战或是其他类型的战争，我们都准备好战斗到底那大陆驻美使馆引述这一个中国大陆外交部的这个强硬说法，那外媒当然看到啦，就说哇，这是川普就任总统以来中国大陆最强硬的言论。那美国的防长这个赫格塞斯他也回应了。他说呢，我们也准备好了。他说，渴望和平的人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世界，一些国家强大而崛起，但是意识形态却截然不同。等于说，中美双方隔空喊话，看起来真的是一个好一触即发的这种感受那中国大陆现在目前呢，这个2025的军费呢高达8兆，全年编列了预算人民币1兆7846.65亿元，相当于新台币8兆元维持了这个7.2%的年增率，显示出来强化国防建设的决心。那这个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也提到了，他说现在要深入推进练兵备战，那加快发展新质战斗力前一阵子我们听到的都是新质生产力，现在已经有新质战斗力这个词出现了。那我们看看在这个第一岛链这边，从北到南，这个黄海、东海、南海，其实最近都有非常多的消息今天有一个消息是说，韩国的空军竟然出现了这样子，因为美韩他们军演嘛，战斗机竟然击中了民宅。那韩国空军就讲说，这个 KF-16失误投下了8枚 MK-82的炸弹，那在这个射击场外落下来所以炸到了民宅。所以这个单枚炸弹其实威力就非常惊人，可以炸毁一个足球场。特别是呢，这个位置距离北韩边境大概只有6公里所以哇，这个状况难道是北韩发动攻击吗？就一度传出来这个状况是北韩是不是开始有一些武力上面的军事行动韩联社赶快澄清说，没有，这是美韩军演导致的，跟北韩无关所以让这边也一度出现了紧张的情况。那解放军呢，这2天我们也看到日本防卫省公布了消息说，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军舰在2月底的时候，曾经他们有侦测到有一艘解放军的情报舰，然后后来就发现他们的航行通过了冲绳附近的海域显示出来近期可能都在日本的西南海域在徘徊，在进行一些电子情报的搜集。南海这里同样也是在菲律宾附近也有一些好像这个烟硝味。美国的海豹部队跟菲律宾正在练习夺取石油平台的一些演练那菲律宾的防长就警告中国大陆说，限制南海飞行将会惹来盟国战斗同样也是这个等于说兵凶战危的氛围。那更不用说澳洲最近可热闹了，因为大家发现到中国大陆有一个行动叫做环澳航行嘛，这是被这个大陆的一些媒体社群媒体或者是网媒下了这样的一个标题，环澳航行。从地图上来看，真的是环澳，这一路这样绕着澳洲这个来航行而且仔细看，你放大来看，还绕得挺近从2月初就开始绕到3月6号一路到这个现在目前的位置在这个地方。那距离有多近呢？我们来看旁边这一张，距离最近的一度呢是接近到12海里左右，它是13.5海里，距离澳洲的这个等于说12海里的距离只差1.5海里那另一方面，这一个距离大概是74海里，非常的接近等于到你家门口，在那边探个头的那个感受那这个解放军这样子的环澳行动，美国也知道所以就赶快跑到这个西澳这边。那标题是下说，为小弟撑腰吗？我们来看一下水面上水面下的动作也不少。055这个舰队在纽澳之间进行实弹演习的路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从2月3号一路到现在目前3月6号
都在澳洲周边在航行哦。那这个最后他抵达这个最接近的地方，就是澳洲的核潜舰所在的这个港口啊。那水面下有军事记者分析，055的这个导弹驱逐舰的这个舰队之外啊，其实水下也有潜艇参加这次的航行任务哦。比起明面上的水面潜艇哦，那其实在海面下的可能会有更大的威胁，所以这被形容为是一个隐形杀手。质疑澳洲是不是不具备有探测中国大陆水下潜艇的能力哦？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可能早就已经发动攻击了。那美国是怎么样的动作呢？隶属于美国第7舰队的核潜艇，就是明尼苏达号，也抵达了这个澳洲西部的海军基地哦。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澳洲这边周边原来也是这么样的不平静啊。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其实就这个美国人所定义的这个军事舰艇可以航行的范围啊，那就是说不要说13.5海里了，进入12海里也是属于国际海洋法保障的这些船只自由航行的权利。自由航行，这是美国人说的，因为美国人说军事舰艇事实上可以对12海里啊进入12海里进行无害通过。这是自由航行权，任何沿岸国家如果说要反对的话，那就是过度主张海洋权利的国家啊。所以照美国人的这个说法，中国大陆还算客气的，还没有进12海里呢。不过就整个来讲的话，就是说从这一次大陆的这一次军舰那么应该要环澳一周啊，而且还在靠近这个塔斯曼海峡的时候进行了实弹军演，对，那这个其实可以看出来是中国大陆整个的一个战略那国防战略的一个很大改变，也就变成就是说把军力向外投射那么延伸自己的所谓的防御的纵深已经变成一个看起来已经不是一个理论，而是实际上在做。那这一次走的是真的是有够远了，也就是说物质的力量已经有了，而且这个去的船舰不是说像澳洲跟加拿大老是跑到这些这个东海或者台海来的那些老旧船舰这次去的是055大区，对，12000吨，然后112座垂发装置，上面的这种各种不管是舰对舰、舰对空、舰对地的导弹都是有极大的极大的这个战斗能力的。所以这也显示，就中国大陆其实在整个的国防战略上实际上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就是说第一个敌来我不往是已经这种时代已经过了，你来了我也会去你那个地方，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就变成就是说基本上已经绝不示弱了，然后呢用行动来展现这个就是说整个的这个防卫以及这个安全的一个决心啦。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一次这个美国的这个防长的他有关的这些非常挑衅的言论，我觉得他这个讲法事实上有一点很奇怪，就是说意识形态截然不同，好像就变成美国的敌人。那我们昨天看到这个美国的总统跑到他国会里面去演讲，你也看过美国内部的意识形态，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的差距也是天南地北那是不是也是美国的敌人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所谓的攻击式，还有一种侵略式的国防那碰到任何国家，别的国家可能没有办法，可是碰到中国大陆现在军事力量这么强大的国家可能是没有办法做事的。那就是说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了那就是话就讲得很硬了。而行动上，事实上你也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我刚刚提了，就变成它已经是一种以进不是以退为进了，以进为这个一个怎么样防守的策略了。对，所以呢，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大陆会这样做，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说军事力量已经达到了他有的一种自信，可以这样做了。
那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啊，我们尤其在这个东亚一带的这个形势啊，战略形势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这个我觉得不只是美国，他要想办法去适应的话，我们在这个周边的很多地区啊，不管是都需要了解这个情势已经有了结构性的转变。好，来请教杨老师。我觉得其实大陆发的这个文呢，跟美国国防部回的这个内容，彼此的针对性已经非常高了。应该是说这种地缘政治冲突的指数，我觉得突然升高。对，大家现在一定要谨慎。怎么说？大陆第一个看穿了，第二个不跟你演了。他看穿的是，川普1.0对中国大陆的进口商品科了大概平均19.3%，我们就讲2成好了。2月4号加了1成，3月4号又再加1成，所以平均大概来到将近4成的进口关税。这还不包含本来可能是零关税的未来相关的电子产品或者是一些产业的项目。所以很清楚，川普1.0对的是中国，川普2.0看起来矛头对全世界，但核心还是对的中国大陆。我觉得北京现在是看穿了，所以他现在讲前面两个 T 的战争，什么贸易战争、关税战争，后面说还有什么其他任何形式的战争，哪种形式还有2个 T， 所以总共4 T 战争，剩下的2个 T 是什么战争呢？ Tech War， 科技战，这已经展开了。其实台湾这边决定要把台积电，甚至整个新竹科技园区要搬到美国去，这已经选择了，就表示在未来的科技战，可能双方的态势就很明显。还有一个 T， 那就是 Taiwan War， 那就是台海战争。这里面讲的，当然因此国防部长，美国的国防部长就用这个角度去回。国防部长不是跟你打贸易战、关税战或者是科技战的，国防部长是要跟你打真实的军事战。他这样子回，就表示他这样子解读。因此，我们在台湾要很清楚，如果你选择了在贸易战、关税战跟科技战跟美国完全站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你就知道，另外第4个 T 的战争，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当然，你先来看在这个区域，美国的这个国防部次长在前天国会作证，台湾应该要增加到国防预算的GDP 的10%，他还是这么讲哦。赖清德3%不够，然后呢，他也批评日本，你要达到3%，现在日本的目标是到2027年要达到2%，石破茂就跳出来。日本的这个军费自己决定，然后呢，他说所有的北约国家的5%，各位，所有的国家都在主动、被动、被迫之下增加军事武器，最后一定会什么？擦枪走火啊！意外事件呢？因为演习一定会增加，所以你去看，从韩半岛到东海、台海、南海，最近。台海，日本的船舰又经过，美国的船舰也经过，南海会不会打起来？我怀疑，因为南海相关的国家太多了，南海相关的国家，包含日本、韩国，都是它海上的这个航线。但是在台海呢，有没有可能擦枪走火？这我们自己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谨慎。因为什么？我北京现在不愿意跟你再演了，他也强起来了，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在他的外交的政策上，因为川普现在不受欢迎了嘛，如果打起来，没有几个国家跟着他后面，可是呢，他还是强国啊。你台湾呢，要这样陪下去吗？是不是台湾将来可能又有像菲律宾一样，美国的中导系统就进来了？这个时候呢，台海之间的冲突就没有回头路了。好，那我们来请教左老师。好，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说，为什么赫格塞斯这次要这么说？当然了，他这个讲话也是非常川普风格，就是比较有这个有很强烈的这种用词啊。
但是整体来讲，其实有2个方面的因素我们必须注意。第一个，其实你看现在包括柯博吉在这个参院的这个听证呢，共和党内部其实有不同看法，就觉得说柯博吉反映的是一个所谓孤立主义的倾向，所以这些鹰派的共和党内真正的这种鹰派，所谓真正相信、坚持所谓以实力来实现和平、保障和平的这些人来说，柯博吉是不够强硬的，柯博吉是没有这个真正对于所谓增加国防投资有提出非常具体的承诺的。同样也是赫格塞斯，所以他现在在外表上就要用一些很强硬的词汇去让说服这些共和党内的鹰派说，哎，好像川普对外也很强硬，他对外也是有所动作的。第二个，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忽略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川普现在要求其他国家都要提高国防预算，那么包括像不只是针对台湾啦，像欧洲也是啊，要他们不断的增加国防预算。所以这个里头当然也就是要创造这样一种氛围，让大家觉得说，哦，真的现在非常的这个紧张，你一定要增加国防预算。那当然了，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战略上的这种矛盾，战略上的这个竞争冲突，这些都是看起来是已经根深蒂固哦。但是是不是多大程度是冲突，多大程度是矛盾，多大程度是竞争，每一个阶段可能又有所不同。我看到有一些大陆的评论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一次的川普的演说看起来1小时40分钟，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演说，但是里头没有提到什么地缘政治的紧张，它里头没有提到什么，没有提到所谓过去所谓把中国大陆标签做所谓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都没有提到，他只有讲到一个什么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他说因为拜登没有执行，所以伤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所以呢，看起来呢，他看起来很凶悍，但实际上对于中国大陆，我认为他是思考再三，他这一手不会轻易的出，他到底怎么出，现在看不出来。但是呢，很明显的，他现在有其他的优先顺序在前面，所以这里头当然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也不能过度去解释它哈，不要认为说他就很多人说，哎呀，川普一旦离开了这个乌克兰，他就要全部心力全部的这个资源都来对付中国大陆。我认为这样子的结论恐怕也太过简单，太过一厢情愿。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